你是动物吗？你是没有脑子吗？你是不会理性思考吗？你要是饿了5天5夜，你的行为也不会受脑子控制的。那你的意思是，你就饥不择食？我告诉你，在我看来，你就是那种女人。那种女人，人那么多，穿那么少，不经过别人允许，就摸别人。没错，我就是那种女人。从高中开始，我的外号就叫性感女王，跟人约会都是由身体接触开始的，拥抱、握手。你之前不是问我是不是得了不摸人就会死的病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得了那种病，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了。我现在就忍不住想要触碰江志浩先生。好，是我看走眼了，你确实不怎么样。李诗雅，你脑子是被电击了是吧？居然这么鲁莽，你个笨蛋！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不可能！为了吃，我的潜力是无限的。这么快就来了？当当，嘿嘿是你们？ ，Hello，你们怎么来了？你干嘛？我来了你就不能高兴高兴啊？可是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万一我要不在家呢？其实早就该来了，实在是太忙了，而且过2天还有巡演，实在脱不开身。好吧。来，我之前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来，让我们举杯，一起庆祝诗雅的独立。大半夜的跑到人家家里，还喊什么独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人好帅啊！我下个月要去国外巡演，1个月看不到你，现在看个够。哎呀，我拍照已经够辛苦了，你就别在这捣乱了。你是跟其他男人一起拍的吗？当然了。帅吗？高吗？帅高。是呀，你最近怎么喜欢看童话书？我最近迷上看书了。哎，实话，我现在已经快要饿死了，你能不能帮帮忙，江湖救急呀？你怎么也这样啊？一个辛巴就够我受的了。喂，放手！没经过我的同意，不准动我的储备粮。终于活过来了，
就碰。喂，你们俩是把我当充电宝吧？再说隔壁那个不是挺美味的吗？干嘛把自己饿成这样？我就说嘛，世界上好吃的有那么多，干嘛要死盯着一个不放？下次找到可口的，就要像禽兽一样冲上去。禽兽？我像那种女孩吗？说什么呢？像。唉，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你们2个人会不加思索说出这样的话。可是我是吸血鬼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我们出生到现在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狩猎不都是为了生存吗？但他们人类只会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们，偶尔误会我们，没关系，不要太在意。话又说回来，你的捕猎技术真是为零。要是换做其他人，肯定会小心翼翼的，不让人误会。你的不管3七21，直接冲上去。你是没有进化好，还是因为蠢？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呀你！你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的食欲本来就比较强一点，你爸妈也比较担心。是呀，你真的很特别。我当然很特别啦，与众不同。快说说，我哪里与众不同？就是胸部尺寸跟你姐姐比起来，再给我胡说八道！再给我胡说八道！我打死你！哎，别打我了！爆米花！是可以有问题吗？啊，好了，我认输。还敢不敢乱说？别打了，很痛的。啊，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见面就打呀？还敢不敢再说了？还敢不敢再说了？啊！实话！我也没碰他多久啊，怎么就昏过去了呢？没事，实话还年轻，睡2-3个小时就好。你别边说边给他盖白布啊，多不吉利啊！跟吸血鬼当朋友很正常啊，被吸2下。他以前也因为我经常晕倒。没事，就当减肥了。当艺人不能胖的嘛。说的倒也是有道理，不过我真的觉得奇怪，你每天这么欺负他，你们2个还能腻在一起？我们俩有一可兼顾着呢。是呀，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妻，刚刚把孩子哄睡着？哪有这么大的小孩啊？而且谁跟你结婚啊？你跟我结婚啊？我是认真的，我除了你，我谁都不喜欢。在我心里，你绝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这事没人比我更清楚。我认真的。我开玩笑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你啊！上厕所去了。炸鸡？炸鸡还能发微信？成精了？是啊，我手机没电了，你手机密码多少？我生日。真吵。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们2个说啊，等我重振旗鼓、卷土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炸鸡那小子知道什么叫做怕。好。喂，炸鸡店吗？哎，我们诗雅要吃炸鸡，你给我送100只过来。100个。什么？不送？你是不是非要我给你签名你才送？王鑫吧，你再给我打电话。快点！你是不是非要我给你签名你才送？滚！过来，我给你签。快点！
签，我给你签名。喂，不好意思，我们打错了，不好意思啊。辛巴，你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实话，你快管管他啊！真是。我们辛巴好可怜的，订个炸鸡都要被人骂。是啊，你好凶啊！好凶，怎么忍他这么多年的？你们两个，要是再给我这么肉麻，我就把你们给推出去！白雪公主，懂吗？我以后就算饿死，也再不找他们两个了。如果再找他们两个，我就一辈子都吃不到隔壁的炸鸡。那边越来越吵，越来越吵，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发了一条信息就再也没有回复了，看来真是玩的高兴过不上。算了，惹不起，我躲总可以了吧？世界终于安静了。为了一本书，我真傻。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别过来！快听话，别过来！背部要伤，可能得破伤风狂犬病，或者被细菌感染。狗的嘴里存活着多种细菌。我每次不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就会想最喜欢的东西，这样不愉快的时间也会过得很快的。想想我喜欢的，想想我喜欢的。真是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实话，今天真是对不起我。总之一路平安，去了那边一定会很累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过你下次来的时候，不要再附带这个家伙。是啊，炸鸡是谁？你怎么知道的？他今天给你发消息，我偷偷回复来着。你干嘛回复？你回复了什么？你干嘛那么紧张？他是你很重要的人吗？没有，他就是那个炸鸡店老板，那个。我不在的时候，不许跟那个炸鸡胡来。等我回来一定给你大大礼，比如一个萌萌的心吧。不要，爱谁要，拿走。好了啊，我拿走。你，拜拜，快走，快。我就说吧，我们是很可爱的。小心再这样闹着玩啊，以后你会后悔的。什么意思啊？对不起。这个人真的很没有礼貌哎。你说他是不是认出我了？是我黑粉。他刚才看我的眼神，简直就是气急败坏的怒目斜视。会不会一会儿发微博黑我？哎，他住3楼，跟
诗雅同一层。他是不是诗雅隔壁那个男人？哎，我说，你是不是想太多了？走了。这个臭辛巴，什么辣不辣的？我真是想杀了你的心都有。怎么办呢？行程都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出发前还有个小型记者会，时间很紧张的。你干什么呢？赶紧吧，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我们吸血鬼的治安官竟然发布了黄色戒严令。很严重吗？要不然和公司沟通一下，让他们改变一下演出行程吧。虽然黄色戒严令是有点严重，但我是辛巴，人气这么旺，谁敢动我？倒是诗雅，我得提醒她多注意一下。哼，这个是诗雅最新的广告照片，这个是我各种讨好情人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样片。你是搜集跟踪变态狂吗？那当然，诗雅的照片我比她爸爸妈妈收集的还全，从幼儿园开始，所有照片我都收藏的好好的，还都打印出来了，包括小时候一起洗澡的照片。这方面我没有对手。诗雅应该不知道你做这个吧？不然早跟你绝交了吧？这次情侣的照片，不知道是跟谁拍的，反正不是跟我拍的，还不知道便宜了哪个臭小子。是他？这男的不就是……走。哦，我昨天朋友来恭喜我乔迁之喜，所以一不小心喝激动了，没有吵到你吧？对不起哦。托各位的福，我昨天晚上的写作任务一点都没有完成，所以你的道歉我收下了。但是那个辣不辣的信息，那个真的是发错了。皮博的旅程，我想尽快看到。什么嘛，跟我说话就是为了那本书啊。这组照片照得挺不错的，每一张都很好看。我不知道该选哪张了，你看一看，给我点意见呗。是啊，每一张拍的都挺好的。你看你这个朋友，虽然一看就不是做这行的，不过身上有股禁欲气息，身材和长相也不错，反而把你衬托得更诱人、更性感。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多找他合作几次。当然，前提是他不打你。是啊，我们再多选几张备选的照片，就可以给对方回复了。天然，这几张我想要留着，留个纪念。可以啊，你拿去吧。你呀，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以前怎么没见你要留照片？
这张还不错啊。好看。之前拍的照片出来了，一拿到我就赶快送过来了，留个纪念吧。你看看，拍的特别好看。我说过了，我不需要这些。找你一起拍真是太明智了，谢谢你帮我。就留个纪念吧，喜欢的话就挂起来。不用不好意思。真是个奇怪的人，听了那么难听的话，还说谢谢。这也太性感了吧！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没有啊，只是没有力气而已。可能最近很少跟歌迷身体接触，再加上喝了很多酒。要不要抓你的手？得了，傻瓜一个。黄色戒严令收到了吗？收到了。我说你离家出走也有段时间了，是不是应该考虑搬回来住啊？最近这个情况，爸爸可都担心你了。回去的话，不是又要拉住大婶的手了吗？而且，我最近一点胃口都没有。没胃口？怎么回事？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神经错乱啊？你想对隔壁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症的男人下手，还要假装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除了他，我看别人一点食欲都没有。我现在就给爸打电话。哎，姐，你就救救我吧！如果被爸爸知道了，我肯定会被五马分尸的。你上次跑过来问我洁癖症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又要闯祸。反正事已至此，你就帮帮我吧。我想肯定是能有什么外部刺激来改善它。我最近看了一些书，而且我下周一约了他。李诗雅，我拜托你清醒清醒好不好？一味的执着于这种特殊人群身上，这纯粹是傻瓜行为，你知道吗？反正除了他，别人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唉，我自己都要疯了。哎呀，你停，别哭了。好好，我知道了，我帮你想办法。隔壁那个什么炸鸡是吧？真的，你同意帮我啦？姐姐万岁！啊，志浩，志浩，你在我家门口干嘛？我在等你啊。反正明天也没事做，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不去。相信我，我发誓，绝对按照你的要求去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还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工作日都没有什么人，不错吧？这个地方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不去。哎，你敢？你不想要皮波的旅程了？走了。
究竟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哎，你别摆着一张苦瓜脸了。你不喜欢动物吗？图片里的动物我当然喜欢，活的动物会引起呼吸和过敏问题，动物的唾液可以繁殖多种细菌。所以，我们更要来这儿啊。我不是说过要治好你的洁癖症吗？有一种方法叫做认知行为治疗，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这种性格是来源于某种不安，所以治疗呢就应该逆向思考，有意识的将他置于某种他很排斥的情境里。也就是说，故意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啊！既然来了，总得好好看看吧。我看这些没有书好看。怕什么？反正离那么远的，没关系的。加油！加油！加油！转了一圈，感觉怎么样？光看看没关系吧？感觉也不是那么糟吧？哎，你看那儿，不是说只看吗？我不喂。来都来了，不体验一次多可惜啊！而且你不是都戴好手套了吗？你只需要把这个放在手里喂它们就可以了。口水太多，我不喂。带有强迫性思维方式的人，他们更关注的是细节，而非整体。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整片森林，而非过分的去盯着某一棵树，这样就可以分散他们对不安因素的过分关注。你看过那个动画片吗？动画片里的小马都是这样的，很可爱，很萌的。试试吗？试试。就一点点。来来来，吃饭啦！啊，他吃了。看都看完了，可以回家了。哎，等一下，我最后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一定要去。去了以后，就算我们今天的约会顺利结束。走吧。嗨，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志浩，小兔子很可爱的，你过来摸一下，摸一下，保证你的心都会被融化的。它们很可爱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的。不，我不喜欢。小兔子跟刚才的小马比起来，不是更可爱吗？你摸一下，就用手摸一下，试试看。那也不摸。还有一个极端的方法，就是把他推入最崩溃的境地，让他无处可逃，只能面对。哎，你怎么把门关上了？哎，你别往这儿撒呀！志浩，如果你一直不面对，就永远不能修复心理上的问题。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快，把门打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志浩，再坚持一下。让开！你干的都是什么好事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被兔子吓到。我告诉你，这是谋杀！你笑什么笑？因为你刚才抓我的手了，这可是你第一次先走近我的。那还不是因为你把门挡住了？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碰女生？看来那个皮波的旅程还真是挺重要的。不过说来说去，不就是本童话书？你为什么会这么着迷啊？有些东西对于你来说轻如鸿毛，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却异常珍贵。你怎么把小孩也整过来了？不是，这小孩我也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这么没有人性，利用小孩啊？那你不是特别有主意吗？那你赶快想想办法呀！我去广播找人，你先看着他。你别走啊！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不哭了，妈妈在这儿。太好了，孩子的妈妈也在四处找他，我一去管理室就遇到了，就赶快把他带过来。回家，妈妈回家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实在不太适合带小孩，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没想到你还挺合适的。我其实也没做什么。走吧。今天一天辛苦了，我回家就马上把剩下2张发给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像你这样的女孩，应该会有很多男孩排着队想和你约会才对。为什么要费尽心思一次次来见我？我只是一个作家，除了这个身份以外，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因为你很特别，就像你刚刚跟我说的，有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或许轻如鸿毛，但在某人眼里视如珍宝。在我眼里，你一点也不平凡，你是值得被珍惜的。好了，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形式的话，下次再想看书就直接过来找我吧。下周见。蝴蝶和口琴还有手鼓旅行了一段时间，后来遇见了正在哭泣的芝迪。芝迪啊，你又为了什么在这儿哭啊？人们用脏兮兮的手随便抚摸我的身体，也不给我擦干净，还把我随便扔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有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或许轻如鸿毛，但在某人眼里视如珍宝。对我来说，你就是这样的存在。妈妈，不要随便叫妈妈。现在你爸爸的老婆是我，你的妈妈也是我，知道吗？你说什么？谁让你自作主张的？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吓死我了！你还真是够狠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种把人推向绝境的洪水治疗法，是为了让你全面的去了解情况。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士，普通人是绝对不可以对患者随便使用这一招的。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他快点好而已嘛。可是越是这样，就应该越有耐心啊，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因为如果弄不好，一旦触碰他心理创伤，这样只会让他对治疗产生排斥情绪。那你说的心理创伤指的是什么？带有强迫症的人群，有一部分是因为过去的某些事情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才引发的症状。那洁癖症是什么心理创伤引起的？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心理疾病的发病原因真的是因人而异。
不过，根据你描述的这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其实他的内心是被另外一个自我所占据的。那这个自我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你要是真的想弄清楚，我觉得现在应该做的是把你们两个关系拉近。拉近。今天拍摄结束了，大家收工。辛苦啊！来，小心点，真好看。大家都辛苦了。是呀，今天表现不错呀。刚才拍摄的时候，临时放到画面里的这只小鱼，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吧。在监视器里看到这个道具的效果特别好。可是我对宠物有点……金鱼应该还好吧？不像别的宠物需要照顾打理。你把它放在鱼缸里，偶尔喂喂就可以了。听说养小动物可以让人心情放松、精神愉悦呢。那谢谢啊。这是什么？我不是说了吗？送你的礼物。这个我不需要。你现在在家吗？我马上给你送过去。你别，我忙着呢，你千万别送过来。我跟你说，养宠物有利于精神健康，你可以试试看。可是我没养过这种东西啊。哎呀，就是条金鱼，你试试看，没关系的。你不要扔掉啊，我以后会考察的。哎，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哎，你怎么拉了？哎，你别吃啊！你不能吃这种东西。哎呀，你不能吃啊！诗雅，竟然，前段时间大名鼎鼎的美妆公司 NL 招募代言人，你也知道，这种情况咱们公司的艺人都会争先恐后的去争取。我呢也是挤破了头，才跟品牌那边递上你的资料。虽然说希望渺茫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一下，对吧？所以，结果呢？结果就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说你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公司的复选里了。真的假的？真的。明天我们就要去 NL 的总部参观，然后商量下一步的合作啦。太好了！人比我想象中的还多。毕竟是 NL， 想争取机会的人很多。不过你放心，在我眼里你最好看。各位好，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各位来到 NL 公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到来。在给诗雅打电话吗？你看，好奇怪，都无法接通。怎么了？金宝，走吧，颁奖典礼马上开始了。帮我订张机票，我现在要回去。什么？今晚可是颁奖典礼，这么多组合，只有你一个人获得了特别奖，这样的机会不可以错过呀！我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必须走。哎，
辛巴。喂，辛巴。喂，是呀，是诗雅吗？不是你打给我的电话吗？怎么还问是不是我？你今天去哪儿了？我狂打你电话都没人听，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你就不能盼我点好是不是？黄色戒严令不是开玩笑，最近很多吸血鬼都失踪了。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今天只是去一个公司没有信号，你好好巡演。那我挂了。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辛巴的喜爱，他对这个奖项真的是特别重视的。不过真的是因为一些突发的原因，他不能来到现场，真的是很抱歉。但是没有关系。辛巴怎么自己不去领奖？我一定会如实转达的。又欺负使唤。谢谢。你平安就好。为了防止之前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决定在你吃之前，先把你捞出来。你说说你，吃完拉，拉完了吃，吃完了再吐，你怎么这么爱吃自己的排泄物呢？这个水箱本来想着放些水可以调节一下屋里的空气湿度，没想到现在居然在这儿派上用场了。就算送礼物，也得送别人喜欢的呀。今天还得想办法给他送回去。今天有拍摄，会很忙，小金鱼就拜托啦。你为什么要一直动来动去呢？你就不能老实点吗？还说什么给我调节心情，明明就是给我增加负担。难道是饿了？其实呢，我也不是不喜欢你，只是我这个人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哎，你不能吃自己拉的东西啊！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哎呀，哎，吐出来！您好，78元，谢谢。有时会将自己的排泄物当鱼食吃掉，也属于正常。请注意，如果喂食过多会导致腹胀，严重的还有可能致死。你说说你，自己的排泄物自己吃还属正常，我是不是给你喂太多了？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就因为你这个小屎球。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同伴？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很寂寞？军国，快来！天总明天给你啊。累坏了吧？手机给你，谢谢。这家伙之前不是没有头像吗？现在竟然拿金鱼做头像，表面看起来很嫌弃，其实内心还是很喜欢的嘛。今天回得这么快。看来已经打得水深火热了。你知道吗？走进这个房间的，除了他以外，你是第一个。Somebody come love me, so lovely, just lovely, yeah. If things just could be one step away from love, one way to get above, one chance to change my life to make it better than it once was. Only one wish you see, it's all I've got in me. 你说大海？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只是散散心。上次去动物园的时候，确实觉得你太辛苦了，所以这一次不会为难你的。去也可以，不过要早点回家。怎么，你有安排啊？我得喂金鱼啊。没关系的，饿一天不会死的。不，我看书上写着，金鱼要一天喂2次，才能更好的成长。好，我会早一点让你回来，早上出去，傍晚就回来，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吧？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在一个幽静的小岛上，你们才有机会对彼此更深刻的了解，两个人相互依靠，慢慢的更亲密。如果一个小失误记错了开船的时间，你们留在小岛上，住进一个当地的民宿过夜，终于有机会可以摸一摸了，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说去海边，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还真没跟谁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不过，是他，应该没关系吧？虽然跟他没见过几次面，但是感觉他应该是安全的。喂，你好。我是妈妈呀，一年到头连个电话也不打，从小到大都一样不懂事。算了，我懒得教育你了，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下个月是你爸爸的忌日，你总该露露脸了吧？做子女的义务你还是要尽到吧？好，我去。志浩，来，志浩，这是你的新妈妈，
志浩，志浩，我不要新妈妈。志浩，不应该啊，不是都约好了吗？平时最守时的人啊。志浩，哎，你在家啊？你是不是睡过了？我们快点走吧，我们还要坐1个小时的火车呢。我不去了。什么？书我也不要了。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说皮波的旅程你不要了？那不是你说最珍贵的书吗？是不是你觉得太累了，或者不舒服？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改天的。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哎，等一下，我们都已经有进展了，为什么你忽然要放弃啊？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我们可以……林诗雅，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你算我什么人？你是我请来做治疗的吗？是你突然出现，是你突然要改变我，是你突发奇想要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是改变不了我的。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吧，不要再管我了。真早。大海从远处看挺漂亮的，可是，可能在志浩的眼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吧。也许姐姐说的是对的，如果他自己没有改变的意愿，外人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世界这么大，说不定还有更好吃的猎物，所以。是时候该放弃了吗？各位，今天把大家找过来开会呢，有2个事情向大家宣布一下。这第一件事情呢，
现在这个 NL 公司新一季的产品代言选拔赛，我们公司有一位艺人入围了，那就是你带的李诗雅。真的吗？鼓掌啊！谢谢，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到代言的。一定要更加努力啊！坐吧。第二件事就是 NL 公司的副总裁待会儿要跟大家见个面，啊。NL 公司一向大手笔，这次是要重新找代言人吗？是啊，要是能接下这个代言，以后身价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诸位，这位就是 NL 公司副总裁于先生，大家欢迎。许欣然，果然是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没有，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些低血糖，所以才会发抖。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每次见到我都会这样。所以后来我兜里面常备一颗糖，想说如果你低血糖犯了的话，就给你一颗。后来成了习惯。当年你退学走了，很多同学都好奇你去哪儿了，都不知道你的消息。还有传言说你已经死了。哦，这些我都听说了。抱歉，让他们失望了。于泽，只有你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很健康，放心吧。那就好。最近没有几件事让我开心的。不过见到你，我挺开心的。真希望能成为 NL 的模特，这样我的照片就可以挂在这儿了，像做梦一样。炸鸡？喂？对不起，小金鱼死掉了。志浩，志浩，你开门呐！志浩，你没事吧？对不起。没关系，你没事就好。我带你出去走走行吗？喝一杯吧。我不喝酒。只喝一杯没关系的，出了事我负责。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喝酒。人在悲伤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偶尔喝一杯不碍事的。有的时候，酒会让你更放松，也会让你更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很在意那条金鱼，我也相信那条金鱼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最幸福的时候。啊，志浩，志浩，你没事吧？喂，你有没有磕到头啊？刚才我。对不起，小金鱼。对不起。太夸张了吧！一杯酒就喝醉了，这简直是不劳而获呀！
醉酒了毫无防备，我刚刚碰他，他也没有拒绝。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大大方方的摸他了？为什么？为什么都要离开我？妈妈也是，爸爸也是，皮皮的旅程是我妈妈的作品。我的妈妈是位童话作家。小时候，我总喜欢坐在妈妈身边，听她给我读童话。那个时候的我最幸福。就在我8岁那年，父母突然离婚，妈妈也离开了这个家，把我留给了爸爸抚养。我每天都在等着妈妈回来，想让她给我念童话书。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吗？因为你太懒太脏了。像你这样脏兮兮的孩子，谁愿意待在你身边啊？你看你妈不要你了吧？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要洗很多次手。我想，如果自己足够干净的话，或许妈妈就会回来。所以每次继母那么说我就会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清洗自己，打扫房间。我怕自己会染上细菌，所以从来不和同学们接触。就这样，我没有朋友。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我爸爸因病去世了。爸爸的手是最后给我温暖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要洗干净。我憎恨我这样的人，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无法拥抱的恋人。